Redmi K30至尊纪念版。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炯，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们连续第二个小米产品的这个开箱了啊。上半年的这一台 K30 Pro 呢，其实它的总体表现呢并不差，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弊病，也是这个网友们 diss 最多的吧，就是它竟然没有上到高刷。但是后边是吧，咔咔一直降价是吧？有没有高刷都没所谓了，只要价格到位，对吧 ？OK，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来看一下这么大个的一个箱子 K30 至尊纪念版。不关这底下小白测评，马上开始。品二手就上小白优品 APP， 有手机有电脑，还有半价手表、半价安迪耐克，旧手机也可以交给我们回收。更多精品好物等你来发现，尽在小白优品 APP。这个大箱子呢是一个前期的体验套装，其实是有很多意义的啊，跟大家简单聊一下。就比如说2010致敬10年，正好是小米10周年是吧？发布会的这么一个纪念的盒子，然后下边还有一行小字叫重回1999，这1999好像是年份啊，这么竖着写，其实它是1999元。所以说我在拿到这盒子的时候，我就知道它的售价了，我应该是第一波知道售价的。然后中间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小米的一个一个标识吧，一个 logo， 就之前在小米1代的时候也有这么一张图片，但是这次它给换成了 K30 的至尊纪念版。打开，咚咚咚咚，哎呦，这个歪了啊，不好意思啊。评测指南，这个说是评测指南，其实就是一说明书，里边就是一些什么参数之类的。哇，真紧，我靠，太紧了，哇，真的特别紧。天，应该里边是一个衣服，这个就。不服就干啊！这个口号还是挺年轻的。这个我还以为他会放一个什么10年前的那个。OK， 这个回头我们抽奖抽给大家啊。好，这个盒子在外包装方面呢，其实就有一些象征意义，因为它是牛皮纸的这种飞机盒、翻盖盒。小米1代那盒子也是这样的，就是做了一个回顾那种感觉吧。OK， 我们是把它拆出来，我们手里这个版本呢是8+512G，应该是最顶配的版本吧，我不知道有没有12G 的啊。然后是至尊纪念版的薄荷绿。正面呢，其实它这个数字上呢，就是有一些小小的设计，就上面半部是2010，下面半部是2020。传奇方面呢，它还是一个33瓦的一个充电头。这次的改变呢，其实主要是在屏幕和处理器两大方面。你一听到这名字，估计和我一样也有点疑问，就是这台也叫至尊纪念版。刚才咱们开了一台小米10的至尊纪念版，我们上一个视频啊，那个是吧？人家各方面的提升是吧？扛的，就是啥都有了，啥都给你加上去了。但是这一台呢，处理器方面，它给你换到了一个天玑1000 Plus， 这个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价格还有成本方面的考量。毕竟这次最低配呢，它是杀到了1999元，这个呼应了一下小米1的那个价格，所以肯定要有一些重大的这个取舍，在处理器方面就拉了下来。关于天玑1000 Plus 这款处理器，之前在蓝厂的这个视频中，我们跟大家聊过。我们先给大家放一下它的跑分情况啊，它应该是目前机圈仅次于骁龙865，它的综合跑分呢在52万左右。机的 ID 方面呢，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我们把 K30 Pro 放在这儿啊，主要这次呢新增了这个颜色，我手里的这个薄荷绿色，然后还有就是在摄像头外圈的这个抛光它没有了啊，直接就是一个奥利奥的这么一个镜头，然后镜头模组的设计呢都是一样的，这是一个镜面材质，并没有加上 AG 的那个工艺。我个人啊还是比较喜欢 AG 工艺的，这个不容易沾染指纹，当然这个非常闪耀，非常漂亮啊。屏幕方面呢是这次第二个最大的改变，之前这个备受诟病啊，来60赫兹的屏幕你也好意思叫这个865的旗舰吗？这次直接给你干到顶了，加上了一块来自三星的 AMOLED 120赫兹的顶级高刷屏。这块屏幕呢是6.67英寸，然后120赫兹的高刷新率，加上240赫兹的触控采样率，整体的这个视觉观感我们体验了一阵子，真的是非常好。这个相比于上一代的这个，尤其是加上MIUI 12这种非常漂亮的过渡动画之后，明显你感觉，哎呀，是吧？有高刷真好。这一台怎么就没有高刷呢？一下就更想买这个了。在显示这块呢，它没有给你开放90赫兹，就是60和120这两个你可以选择啊。我不知道后面可能会不会 OTA 给你一个90赫兹，就只能这么选。然后分辨率呢是1080p 的，E3材料啊，这个也是非常新的一块屏幕，各方面的这个素质都非常好。我们在体验的这段时间中，然后参数方面，都是顶级的那几个，什么800、1200、HDR10+，然后 P3 广色域，然后前后的光感这些都有。这两台机器呢，细小的一些差别呢，主要就是在重量方面还有电池。重量上是小了5克吧，这个213克的一个重量，9.1毫米，其实拿在手里面
几乎感受不出来什么太大差别，几乎都是一样的，都差不多，就是后背的这个 AG 不 AG 的这个区别。然后4500毫安时一个电池，稍稍的小了200毫安时，之前这个是4700。然后还有一个改变呢，就是在扬声器方面，之前呢这台机器，因为小米的用户嘛，这个大家都是肌肉党居多一些，大家都比较这种较真参数，这个是一个单扬声器，所以当时也是被 diss 了一下下。这次给你加上了一个听筒式的双扬声器，也算是弥补了一个小短板，什么红外 WiFi 6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都有。在摄像模组这块呢，也有一些小小的区别，有之前 Pro 版的那个686 MX 的，然后变成了MX 的682，这个跟586和522那个区别应该是一样的。然后主摄呢还是6400万像素，也可以同样这个6400万像素直出，应该是一个小小的缩水版。然后它是1300万的110度的这个广角镜头，这个和它的大哥小米10的至尊纪念版啊就差了一些意思，人家那是128度要更广一些。然后还有500万的长焦微距镜头，这个就是可以拍的非常的近。当时是微博上有很多人在分享这张图片啊，超级微距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就是200万的人像镜头，这算是一个凑数吧。咱们废话不多说，先来看一下它的样张。同样还是老规矩，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 K30至尊纪念版这几个关键字，本期视频的所有实拍样张和实测数据，你都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这些样张你都可以看原图。后期我们也将会在第一时间把它的数据全部都更新到小白测评微信数据库小程序里面，都关注我们公众号就可以了。在版本号上呢，我这台更新一些，是 MIUI 12.0.6，然后这台 K30 Pro 呢，目前最新是12.0.1，差了几个小的版本，但是总体的使用感受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这个下拉的通知栏这边啊，就感觉好像又改回去了，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我感觉这原来的这个还是挺好看的。整个机器 ID 方面呢，你基本上就可以把它认为是改了一个颜色，主要呢就是处理器稍微下降了一档，然后还有就是屏幕给你升级了一档，但是价格也给你杀到了2000元以内啊，1999，这个性价比真的还是挺高的了。对于这么一台机器来说，我更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真正的纪念版，因为小米10那个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小米10 Ultra 是吧？感觉全部都给你堆上了。但是这台 K30呢更纪念一些，因为它就是把价格做得更低了，让更多的人呢可以在同级别之中呢买到体验更不错的机器。当时小米1刚刚发布的时候，它的这个标签就是非常顶级的配置，然后加上一个非常亲民的价格，然后是吧，彻底打开市场，一下就火了。我感觉现在的 Redmi 系列呢，它已经继承了小米的那个一博，就是它来负责去做这种极致性价比。这台机器已经非常说明问题了，然后让自己的大哥小米是吧，义无反顾的往前冲啊，做这个什么 Ultra 这种机器，然后做什么阿尔法啊，做这种探索版的这种机器。购买选择上呢，我不知道它有没有带 AG 的这个版本啊，如果有的话，我可能更倾向于 AG 一点。这款路由器呢，它的最低售价吧，好像是如果你前期就预约的话，369块钱是一个比较便宜的 WiFi 6路由器。这个其实跟它的之前小米那个 X3600相比呢，是去掉了一颗 IoT 的那个专门的天线，但是呢，它也是一个6天线的设计。具体的参数呢，我就不念了，先给大家打出来。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呢，我只是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路由器的 ID 设计，因为我觉得还是跟米家的那一套的东西比较相似的，因为之前那个 X3600相比，它是比较游戏化一点的，就是有点像立体感。这款路由器非常像之前小米出的那个带硬盘的那个路由器，黑色的，然后后边呢有4个网口，然后整个的这个造型方面呢，跟米家的那个设计风格吧还是比较搭的。它最多呢可以支持256个设备。这个路由器呢，最主要的我觉得就是它可以跟小米之前的那些路由器呢全部都组 Mesh。如果你有的房间，比如说你的书房啊，离这个客厅的主路由器比较远的话，可以再加上这个路由器来组一套 Mesh。整个这个路由器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最低是369块钱。OK， 这期视频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后期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呢把它的数据更新到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里边，大家都扫码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数据库商城全部都在我们的公众号里边啊。K30 Pro 的这台已经都更新完毕了啊，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